沙漠里卖雨衣还卖了几百万件，这可能吗？香港人就办到了。陈百祥那年他濒临破产，囤了几百万的雨衣，结果他到了中东跟人说这不是雨衣，是时尚单品。那中东人那在沙漠呀，没见过雨衣，当然觉得新鲜了，所以很快就卖光回本了。那段时间香港人商业头脑确实很疯狂啊，电影行业更是，一般都不用开拍就能回本，这你敢信？曾经香港电影公司对买家都这样，我不给你成片，就给你个故事，给你个主演，你要版权就付定金，你要等拍出来再买，我可涨价了哈。那片商呢，还真就愿意掏钱，因为当时香港电影不愁没人看，你不买就让投行买了，所以往往电影还没拍，香港人就可以在台湾收一笔，东南亚收一笔，日韩各收一笔，有时候还能在欧美收一笔。那这么一来，光收的定金就比成本还高了。那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想问哈，这些人为啥非得买香港电影呢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香港电影确实能打，成龙的功夫，李连杰的武术，周润发的枪法，张国荣的帅气，在全亚洲都是硬通货。哪怕是《终结者2》《人鬼情未了》这样的好莱坞大片，文化上水土不服，特效方面又和讲究实拍的港片拉不开差距，所以都不是港片对手。那另一方面，香港的最大票仓台湾因为政策原因不允许大量进口西方电影，那就导致观众只有港片可以看，所以人家香港电影就更有恃无恐了。于是在香港影坛就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啊，片花卖得满天飞，能按时拍完焦的电影就很少，因为根本拍不完呢。那咋就拍不完了呢？演员不够用啊。早上就4个小时刘德华，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马上另外一台车等我，要接我去另外一个景拍梁朝伟，然后晚上要跟任德华，半夜要回来跟周星驰之类的，他们都配合好，就是我就不能停。能卖钱的演员就那么几个，而开拍的电影可多了，那演员就要几个剧组来回跑，这样他们留在单个剧组的时间就少了。那想让人多待几天咋整啊？加钱。 OK， 那预算有限哈，演员这边钱多了，剧本布景道具啥的就得减点钱呗。你猜幕后人员有意见吗？他们一点意见没有，因为人家现在也是同时接好几个片子，剧组之间也是来回跑，他挣的反而多了。那这么忙，你说谁能忙过来吧？那久而久之，从演员到幕后就达成一种默契，咱差不多就行，保证给他拍完，反正这事儿就是挣钱嘛。毕竟即使是差不多就行，港片依然没有对手。万一要是有了，不会的，你留在我身体内的，我会用内功逼出来。然而93年来了个意外的对手。那年台湾的引进政策有所松动，而港片从来没有限制西方电影引进的习惯，这就导致他们同时引进了一部好莱坞大片。港片被这部电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它叫《侏罗纪公园》。当年侏罗纪大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，观众看不懂好莱坞故事，那还看不懂恐龙吗？活的成龙我见过，活的恐龙我可没见过呀！买票看。在香港，《侏罗纪公园》带来6223万港币票房，这个数字直到2016年才被《寒战2》撵上。而在台湾，这个数字是2.2亿台币，碾压呀，这完全是碾压呀！而且更要命的是，引进政策松动之后，台湾片商每年可以买的好莱坞电影数量从每年8部变成至少100部。而为了打开台湾市场，打击港片，当时好莱坞给的报价非常低，所以现在谁还买香港电影片花呀？至此，港片最大票仓丢了，港片也就此开始衰落。那咱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说法，说港片不行了，不如以前了。那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行的呢？就是从93年开始。如果你之前看过咱们聊92年周星驰年那期啊，可能还记得我说了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周星驰主演的《济公》是香港电影衰落的导火索，但我是觉得星爷被冤枉了。那为啥有人说它是导火索呢？因为这个《济公》是以3000万价格被台湾片商买走的，但最终它票房只有1800万，台湾片商亏麻了，所以他们就不想纵容港片了，要联合起来给港片施压、压价，甚至说不买。但问题是，当时《济公》上映的档期差不多就是《侏罗纪》同档，而在《侏罗纪》冲击下，你换了谁，你说这票房能好啊？所以起码在我看来星爷绝对不是导火索，因为就算没他，这把火迟早要烧起来。而且咱反过来说，星爷可是当时为数不多坚决不粗制滥造的香港电影人，他的习惯咱都知道有一点不满意就要重拍。那对于他们剧组的人来说呢，真折磨呀，太折腾了。但对观众来讲，星爷的执着绝对是福音。而这样的星爷还真在93年为观众带来一部神作，他目前的评分还在《侏罗纪》之上。这部电影就是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。那为啥现在唐伯虎口碑能反超《侏罗纪》呢？那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原因，《侏
侏罗纪当时强在特效，强在恐龙会动，但这玩意儿放到今天看，你这恐龙咱抖音都能发一个，对吧？这玩意儿不新鲜了。反观周星驰、唐伯虎那里面的天才创意，到现在都没有过时。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卖惨桥段啊，放到现在依然讽刺性拉满。先说一下剧情啊，就是星爷这边卖身葬父，那边就卖身葬全家。星爷穷困潦倒，那边就实际费劳。然后星爷悟了，你跟我玩这是吧？那边给旺财吊孝，星爷就要给小强哭丧；那边满手烂疮，星爷就要自断一臂。然后那边就把自己打死了，这星爷就赢了。你就看哈，这每一番都搞笑，夸张程度都在升级，又好玩又流畅。那说到这个啊，这2年流行个词儿叫 sketch， 是喜人综艺火起来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求角色不管前因后果，把同样笑点玩3、4遍，一次比一次夸张。我一听这解释，我就这不就星爷电影吗？你看人星爷啊，30年前唐伯虎玩剩的东西，今天换个英文名就成喜剧新兴力量了。利益方面就更不用说了。小时候咱看星爷表演，可能还觉得有点夸张，你毕竟这么卖惨，那傻子才信呢。但长大之后，咱发现傻子太多了，惨人都不够用了。现在咱就看哈，但凡是个节目，几乎都在卖惨，然后总有评委跟着哭。你说这星爷这简直就是先知啊！还有另一个名场面，我不说你可能想不起来哈，直播帶貨。咗含笑半步釘嘅朋友，顧名思義係不能行前半步或者面露笑容，否則亦會全身爆炸而死。實在係居家旅行，殺人滅口，必備良藥。係咧，唔知喺邊度可以買到啦。星爺這演的已經很離譜了哈，但我一想到今天這直播帶貨啊，就整活搞劇本那些主播哈，我都覺得星爺拍的還是保守了。當然了，這些名場面光靠星爺一個人肯定是演不了，但對於其他好演員，我要說個反常識的事了哈。唐伯虎點秋香裡除了星爺陳百祥，就沒幾個正經喜劇演員。你看鞏俐，新科威尼斯影后，標準正劇演員；鄭佩佩、梁家仁、劉家輝，這都是老派動作演員。苑瓊丹人之前是走顏值路線的，而且有的甚至連演員都不是啊！就這華太師，這是黃沾老爺子啊，那是香港最頂級的作詞家。還有對穿腸、古德昭，他是這電影編劇。乍一看，這是臨時湊的班子吧？這也能拍喜劇？哎，到星爺導演這兒還真就給拍了。那說到這兒，肯定有人問了，就這電影導演不是李立池嗎？怎麼就星爺導演了呢？哎，那這事兒跟星爺的脾氣有關。那熟悉星爺的觀眾應該都知道哈，他在片場忍不住看着哪兒能調整，必須給意見。成名之前他就很愛跟導演提想法，成名之後他甚至越過導演，直接教演員怎麼演。你這麼一整，那大部分導演都不敢跟他合作了。雖然精益求精是對，但有時候真有點給人整下不來台了。那跟星爺最熟的兩個導演哈，王晶在《鹿鼎記2》之後跟星爺關係就有點變僵了，倒沒翻臉，但確實沒以前那麼好了。而合作過《武狀元蘇乞兒》的導演陳嘉上，覺自己導不好古裝片，也拒絕了這部，所以就只有李立池導演了。那李立池就很有智慧，他在片場的原則就6個字，星爺說他照做，當個執行導演也挺好。所以這個《唐伯虎點秋香》啊，理論上是周星馳第一部導演電影。而那些沒怎麼演過喜劇的演員，在星爺調教下，也確實都突破了自己的極限。比如16姐苑瓊丹，星爺告訴他，你回憶一下，你這輩子所有表情反應有多少？120個是吧？再想出4個，必須跟之前完全不一樣。那16姐又想，結果想出來3個，第4個說啥也想不出來了。然後星爺就教他，送了他一個飯。而對於這個示範，16姐的評價是：如果星爺俾星爺100分咁啊，俾幾多分俾自己呢？我頂多俾30分嘅啫。再比如鞏俐哈，很多人說她在唐伯虎表現一般，甚至鞏俐自己也說啊，當年拍的時候有點放不開。但從結果來講，星爺對鞏俐版秋香的設定是非常完美的。因為秋香之所以能被唐伯虎看上，就是因為她跟之前那8個無厘頭老婆不一樣。你要是秋香跟16姐一樣抽象，那唐伯虎新鮮感又從何而來呢？所以當別人都是無厘頭的時候，秋香這個正常人反而就成了最大的無厘頭。那畫符女角色搞笑的部分誰來負責呢？星爺天馬行空，決定讓前輩鄭佩佩出馬，最終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名場面。只要有一個人不笑就重拍，這星爺也太狠了。那前面咱說過啊，當時很多香港電影都是得過且過、粗製濫造的，像星爺這樣肯為一個笑點花1天時間打磨的，這簡直就是異類啊。不過作為觀眾，我們可是太愛了。而陳百祥作為組裡唯一一個喜劇演員，自然是沒有逃過星爺魔爪。比如裸體作畫這場戲，陳百祥身上可塗的都是真墨汁啊。那你看這麼整，拍一遍不過的話怎麼辦呢？陳百祥就得站小巷子裡拿水管呲自己4個多小時，洗乾淨了再去重拍。你說陳百祥氣不氣？氣。
服不服也真服。他在很多场合都說過，跟星爺做不了朋友，但星爺是無可置疑的天才。點樣嘅演員啊？你自己覺得呢個天才橫溢，冇得頂，樣樣都 perfect， 但唔使做朋友。正是這樣一個認真的幾乎偏執的周星馳，才能讓《唐伯虎點秋香》這部神作成為香港93年唯一一部票房過4000萬的作品，也為香港電影保留了最後一分顏面。而截至93年底，香港一共有7部電影票房突破了4000萬，而這7部作品的主演都是周星馳。但跟這些票房相比啊，我還是更佩服星爺的造梗能力。比如有一點，我相信當年星爺也絕對沒想到啊，那就是《唐伯虎》裡星爺是世界上第一個管蟑螂叫小強的，而在那之後，世界上只要有華人的地方，蟑螂就都叫小強了。這就是星爺的含金量啊。那最後允許我抒情兩句哈，今天也就是25年，恐龍特效已經不能讓觀眾感覺驚喜了，但星爺的梗卻仍能讓一代又一代觀眾感覺到新鮮，感覺到不可思議。這說明咱們觀眾要的從來不是複製，而是創新。你看當年再逼真的恐龍也會隨技術迭代而被淘汰，但星爺的電影一定會像小強一樣，永遠有着頑強的生命力。當然了，香港電影的衰落並不是一部《唐伯虎》就能挽救的，大多數香港電影人還是喜歡掙快錢。但是也有這麼一位導演，他不僅不掙快錢，甚至看着好像跟錢有仇。他電影拍的那叫一個慢，而且還不會像星爺那樣告訴演員怎麼演，他就跟那兒戴個墨鏡看着演員演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後一遍一遍說不行，直到滿意。這個人就是王家衛。那他這個不掙快錢的行為讓他在93年為咱們帶來了一部武俠神作《東邪西毒》。那這個也間接催生了另一部喜劇神作《東成西就》。所以下周跟下下周咱們就來聊一聊這兩部作品，看看這倆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。好了，我是布衣，這是咱們如果重用的第18期《唐伯虎點秋香》。